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白。那今天呢，不给大家讲故事了。今天我再录一期关于美国签证的视频。那么有朋友就问你，上一次已经录过一期关于美国签证的视频了，那这期为什么又要录？那上一次呢，录的是关于我自己的一个经历，对吧？我怎么面试，怎么进去，怎么排队，一步一步怎么走的，也不能说给大家多少帮助，那至少呢可以缓解一下大家对未知的一些焦虑的这种情绪吧。我希望有这个作用啊。那这期视频呢，我觉得非常重要，因为这期视频当中所说到的问题啊，往往是很多人忽略的。我为什么知道是往往是很多人忽略的呢？首先第一点，我不是中介，那第二点呢，我也不是签证官，对吧？我为什么会知道呢？就是因为我在等我儿子面试的时候，在楼下听到很多人在说他面试失败，为什么会失败？那我就总结出来的。其次呢，我儿子也差一点点因为这种小小的失误而导致面试失败。那虽然说他这次成功了啊，小篮子也拿到了，那我觉得有必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，那免得大家被拒签了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被拒签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很莫名其妙的，对吧？我是3月份嘛，好像我记得是3月份去面签成功的嘛。但是呢，我儿子因为3月份要读书，所以说啊，他没有办法安排面试的时间是在3月份。我就跟中介说，能够在放假的时候预约面试，也就是在7月份。但是没想到呢，中介帮我约的时间呢，可能是要去美国办签证人太多了吧。他一下帮我约到了7月29号。那么7月29号一约到7月29号呢，我原来和我儿子的计划就全部被打乱了。我们原来是准备是暑假去美国的。那暑假去美国的话，这个7月29号去面试，然后8月7号、10号左右再拿到护照，那这个时间就肯定来不及嘛。所以说算了，就我和儿子讨论了一下，我们要么就是在寒假的时候到美国去，那想安排到寒假去。那么安排到寒假去呢，就全部都计划都做好了。寒假的时候去哪里玩，怎么第一个城市怎么样，第二个城市怎么样都安排好了。那么在前2天29号之前呢，就25号也不是26、26号的时候啊，我自己心血来潮，就马上就要面试了嘛，就打个电话给中介，说哎，你这个表格帮我们100表格帮我怎么填的？他说啊，我帮你们填的是国庆节，对吧？到 LA 对吧？去玩个10天。那我一听说，哎，怎么会你帮我写国庆节了？我预约的，我本来是想寒假去。他说，哎呀，你也没和我说，那我就把你就按照我们旅行社的这种流程啊，就直接帮你写了国庆节，因为放假嘛，国庆节放假去玩个10天。那我这样一听呢，就是觉得，哎呀，我马上要通知我儿子吧，和我儿子说啊，否则的话，你想，签证官表格上面看到你是国庆节去，签证官问我儿子的时候，我儿子会说那么寒假去，那时间上就对不上了嘛，对吧？这个实际上是很影响的。然后我就马上和我儿子说啊，你千万不能说寒假啊，你一定要说国庆节，我们到 LA 去，也不能说去其他地方，就到 LA 去玩个10天。那我儿子说啊，好的，我知道。于是呢，在我儿子上去面试了。在我儿子上去面试的时候呢，就是签证官就问他了嘛，你是去哪里，对吧？因为我们原来是打算到洛杉矶啊，去看一下学校啊，看一下周围的生活环境啊，什么东西。我上期视频说了嘛，对吧？生活环境啊，周边的环境啊，什么东西。看学校，那签证官就问他了，说你什么时候去啊？和谁去啊？对吧？打算去几天啊？那我儿子就说啊，我们准备国庆节去，对吧？去个10天，对吧？去看学校。那签证官一听他要去看学校嘛，然后就问他，那你能不能用英语来回答我这些问题？还好，说英语嘛，就和老外聊天说英语嘛，就落到我儿子的强项上去了，因为他是国际学校，所以说呢，平时上课的时候都是老外。他就反正就巴拉巴拉一堆英文，就是和签证官说了，叫怎么样。那签证官一说他英语很流利，直接就过了，直接就说啊，你通过了，就把小篮子给他了，对吧？顺利把签证拿到了，就下来了。那么我为什么觉得这个东西啊就很重要？就是我要和大家反复要强调一下，很重要。就是我在我儿子面试的这个1个小时里面，那我在楼下在等他。看到好几个，至少有2、3个人吧，对吧？有些人就拿着护照嘛，面试拒签了嘛，就直接他就走掉了。那有些人呢是在下面有中介等他的，被拒签之后下来就和中介在争论。那我就反正等着也没事做嘛，我就八卦了嘛，就凑上去听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实际上大多数人，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自己去填这个160表格。哪怕你到携程上去办签证也好，什么东西也好，对吧？或者朋友在帮你去办也好，都是把自己的这些基本信息啊，就交给这些中介，让他们去帮我填。那么这些基本信息当中就包括什么？就是你原来的工作经历，
对吧？然后你计划什么时候去美国，对吧？去几天，去哪里，对吧？和谁去，这些基本的信息，对吧？这些旅行的信息就交给他们去弄。但我就在下面就好几个人，大概2、3个被拒签的人，都是由于什么和中介的沟通就不顺畅。中介明明他这样写的他回答是这样回答的，而被拒掉。那有一个女的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，她在楼下呢就和中介大吵大闹，那中介也在和她说，我明明帮你写好了，你为什么不干？她是什么原因呢？中介帮她写了一堆工作经历，你什么几年在哪里工作，几年在哪里工作，几年在哪里工作的。那我不知道这个工作经历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，对吧？这个女的没看。那后来这个女的就说签证官就问我，对吧？你之前是在哪里工作？然后她就回答了我现在是在哪里工作。那签证官说，我问你是之前在哪里工作，你回答我在哪里工作，和表格上是不一样的嘛，就直接把它拒掉了。那后来这个中介说，我不是都帮你写好的吗？这份工作是做什么，你上一份工作是做什么，对吧？人家问你上一份工作做什么，你就按照这表格上帮你写好的东西说就可以了嘛。后来这个女的说，你又没和我说，我怎么知道？他说给你写好的，你为什么不看？那2个人就在那吵嘛，就在那吵。那这是一个，对吧？我就听见原来是工作经历，那你在表格上写160表格上写的和你回答的是不一样，签证官也不会和你说你这个东西回答不一样，对吧？你直接拒掉了。那么还有一个人也是这个样子，他不是说工作经历，他是说去的地方是不一样，对吧？这个中介是跟他说洛杉矶，他也不知道心血来潮，他说去什么波士顿也不是哪里，他去玩个好几天好几个地方。那中介给他说的写的就洛杉矶一个地方，和我一样的，洛杉矶一个地方要去个10天。他呢说了另外一个地方，结果呢也是被签证官直接就拒掉。作为签证官来说，他不知道你到底是真实的还是假的，你只要和回答的和表格上不一样，对吧？那就直接拒掉了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很冤枉，对吧？很冤枉。而且也没看什么财力证明也没看这个国内约束力什么都没看，那只是一聊你和那个表格上不一样，那就直接就拒掉了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大家在做这个细节方面就是要注意，你一定要问清楚中间你到底是怎么帮你填的，对吧？去哪里，对吧？什么时候去？这最简单的问题去哪里？什么时候去几天？包括呢你的工作经历是什么？他怎么帮你填的？你全部要铭记在心。根据这个基本资料，再可以衍生出一些其他的事情，对吧？做一些辅助的材料去验证这个东西。那你连基本的资料，对吧？你都回答的是不一样，那根本不用去验证什么材料都不用带的，直接被拒掉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也是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忽略的。因为很多人就是交给中介1天之后就什么都不管了，反正我噼里啪啦去面试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很多人就是这种想法的，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问题。所以说我希望大家都重视起来，好吧？不要交给中介就什么都不管了，什么都不看了，这是很麻烦的事情。那后面那个视频呢，就是我基本上拍了一些，因为就在下面等嘛，反正也没事做嘛，就拍了一些关于怎么样排队的。这是2个门口，这是个门口，这是进门，对吧？进门这里有2个保安，怎么样排队？你看这边是几点钟，到时间他们放进去。那这边呢，梅龙镇伊势丹的侧面，就在奉贤路上面就一个小门，那这个小门呢，就是面试完之后从这里出来，对吧？你看这些等的人，这些都是中介也好，对吧？在等客户，对吧？还或者亲戚朋友就像我一样，也坐在旁边等我儿子一样，对吧？就在下面等。反正基本情况就这样，和大家闲聊几句。那希望呢大家要注意这些小问题，好吧？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，拜拜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